国庆前夕，我错峰旅行，又去了趟东京。日本旅行还和以前一样，精致细节，好吃好玩的地方依旧有很多。但是说到购物，爆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美妆而言，药妆店该尝试的都已经试过，现在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多种草的东西可以买。百货店倒是有不少想要的，但是随着经济不好，我会问自己，真的有必要买那么多吗？这一次的旅行呢，就是一个纯粹的观光客，吃吃走走，放松为主。所以今天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我这次旅行到底买了哪些东西的购物分享。如果你一直有关注我的视频，那么购物的大头一定是护肤品，但是刚才我也提到了，种草的少，贵价的呢又少买，所以这大概是我在日本最少的一次关于护肤品的购物之旅，但零零碎碎也买了不少。为了防止买错和浪费，有一个方法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先去专柜把你特别想要买的贵价货要一个小样试一下。我基本上都是去专柜要了小样，试过之后你会更加清晰自己到底是不是需要这个东西。那话不多说，立刻来分享一下我到底买了哪些东西。就先从这一筐开始说吧。其实药妆店啊，大部分就是补一些自己之前一直在用的产品，比如发胶。现在花王的这个发胶呢，有出这个巨大的 size， 之前的视频就已经分享过，我比较喜欢这款紫色的，它是主打强定型和无香味，这样不会影响你涂香水啊或者护肤品的香味的一种串味。整体来说，我觉得日系的发胶比较偏飘逸。这两罐红色的发泥呢，也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可以让你的头发变得比较硬，根根分明的那种。红色的呢，这个就是苦类伊泥，塑形能力是最强的，除了比较好闻之外呢，造型力也是比较强的。我的头发比较细软，一整天都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一个短发的男性，我一直以来还蛮喜欢买洗发水的。百货店主要是买了这3款，首先是这个伊势丹的洗发水，它是一个老网红来着，看这个包装设计，可能很多人在日本都买过。它有很大罐的，我买了是一个250毫升的小罐。我问了一下柜姐，比较细软、比较容易油的头发用哪个颜色，她就推荐我这个蓝色的了。这个品牌从它的这个包装设计就能够看得出来非常的高级。其实它是高斯旗下的一个专业院线的洗发水，药妆店也是有这个品牌卖的，只是都是基础的系列。这个颜色的是只有百货店或者高端的沙龙才有卖的。之前看一个博主的介绍，说是这款好像是可以洗完让你的头发从发芯深度修复，并且呢有一个很自然的那种弧度的蓬松感，很感兴趣买来试一下。这几年日系大牌呢也热衷于做一些比较有质感的有机品牌，其中有一个比较瞩目的品牌就是它是花王做的一个主打这种有机运动感的一个品牌，他们家女性产品还挺多的。这类产品如果你是一个成分派，你会觉得就那样，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芳疗、喜欢放松质感，那它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我觉得它是对标之前我介绍过的资生堂的巴乌姆那个品牌，其实它在伊势丹地下的专柜，他们俩就靠在一起，专柜2个都非常的漂亮。我个人觉得像室内香氛啊、香薰蜡烛，包括洗发水这种比较能够通过香氛给你带来愉悦感跟实质作用的东西，其实可以买的。所以他们家的水乳精华那些我都没有种草，不过有一款唇部的产品我一直很种草，所以也一并入了，就是长这个样子的一个唇部精华。这个唇部精华非常的热门，在百货店的官网上你会发现它是断货，但实际上你去购买它其实是有货的。我个人觉得唇部的衰老问题也是那种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它好像胶原就干瘪了。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才29岁，但是他的那个唇就已经从一个非常少女的那种波波唇一下子就干瘪掉了。我觉得可能和他自己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不是那么勤于保养有关系。Fanco也出了一个唇部的精华，所以我也一起买了。这次还买了一款新的唇部产品呢，是来自于 The Ordinary， 还蛮有设计感的。日本已经有专柜了，虽然它的价格其实不太合适，但是可以摸到你想试的 The Ordinary 的产品。在日本，如果你经常想买一些比较平价又很好用的消耗品，比如卸妆洁面类的产品的话，一定会想到碧柔，包括它的防晒基本上也是日本人会常买的牌子。每次去都会买一些碧柔新出的东西或者比较有名的东西啊，因为我觉得现在花王很喜欢在碧柔上去讲它用了什么样的黑科技，用很平价的品牌就能感受到大集团的厉害的点在哪里。这一款呢，我以前应该介绍过它类似的卸妆产品，应该不会太难用，特别是油皮喜欢这种清爽啫喱质感的，加了活性炭，我觉得清洁力应该
更好一些。之前有在小红书上发过的卸妆油，号称不用手去磨砂就能够自动溶解你脸上彩妆。紫色的是它的新版，据说它的能力比之前更强了，我也没有去研究，直接看到新版就买了。这是一款按压式的洁面泡沫，碧柔很会出这种泡沫型的产品，无论是它的沐浴露还是这样的洁面产品，而且这类泡沫洁面呢，现在已经出到非常多的系列。我自己是大油皮嘛，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Degali 针对油皮的系列。碧柔的防晒棒也是我这次唯一买的防晒产品。4月份我已经买了太多的防晒，这次几乎没有任何的种草，唯一种草的这个它是一个防晒棒。不过很奇怪，我都没有看见有货，所以最终这个是在日本亚马逊上买的，价格好像比正常店里面还更便宜。我买的价格呢是这个，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之前就已经介绍过 Kalute 这个品牌，如果你是敏感的干性皮肤或者是混合偏干的皮肤，很推荐用他们家的这个系列。不会有别的什么美白抗皱的功效，但是它的修护能力以及保湿锁水能力我觉得都特别棒。尤其是这个乳液，每次都会买来送给朋友，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懒，不会涂身体乳的，但是这个乳液是从脸到身体都是可以涂的。我有很多皮肤特别敏感的女生朋友，她们都用这个让你皮肤变得非常的乖。皮肤有敏感问题的话，这个牌子我觉得现在是超越 Mino 更受欢迎的一个系列。最近有在用他们家的这个卸妆，已经空瓶了，这个是它常态的130克，有出一个200克的限定，比平时的量要更大，价格更划算，所以我又买了一罐。另外2款产品呢，一个是我每次在机场看见都会想买，因为其实现在国货做卸妆油已经做得很棒了，所以说如果花贵价，尤其比如说像奥尔滨卖到1万日币的卸妆油，我可能真的不会去买。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Three 这个牌子设计非常美，摆在洗手台上就觉得很有质感。这次因为我几乎没有买百货店的东西，所以在机场我还是没忍住就买了。如果大家想买 Three 的东西的话，比较建议你在日本的机场买，价格是最合算的，不仅仅是免消费税，除此之外 RMK 眼究这一类的品牌也是在机场买最为划算，但是差的不会特别多啊。如果你只是买1-2个单品的话，我觉得还是在日本国内买好就行了，不然你手上还是要拎太多东西也很麻烦。另外这次呢比较瞩目的一个单品呢，还是来自于资生堂伊丽丝尔的这个精华，就是原来那个胖胖的抗皱精华的升级版，用了资生堂多年研究出来的新的美容成分叫新肌酮，国内好像是欧珀莱率先用的这个成分，台湾是同步已经发售了，好像请的蔡依林做代言。提到资生堂，我正好也想吐槽一下，现在在日本很多品牌，你想要跟他要专柜的试用装的时候呢，你不购物只是要试用装也需要排队，所以你可能就为了拿一个试用装要在那里排很久，我觉得是变相的拒绝的方式，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如果真的人很多又让你排很久，你就直接换一家百货店就好了。特别想表扬资生堂，无论是它新出的产品不断研发新成分，以及它的服务态度，因为资生堂也是有一个像 iPad 一样的东西，如果你跟他说你要新的试用装的话，按照道理也是应该点那个让你等的，但是我遇到了2-3家专柜的柜姐都是没有任何的等待，确认我要什么立刻就拿给我。我也遇到代客服务很好，遇到奥尔滨服务很好，也有遇到代客服务很差的。也就是说随着百货公司和柜姐的不同，你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服务，但是资生堂真的至少我这一次无论哪一家百货公司服务都是惊人的一致的好。我这次还很幸运的在羽田机场呢买到了一本美容杂志，当时它就是单独的一本停留在那边，可能观光客都不太会在机场买这么重的东西。这本杂志呢就很喜欢送一些华丽的赠品，这次直接送嘉利宝最红的化妆水、基底精华以及它的日霜，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如果你经常在日本买东西，你就会发现除了像 CNCI 这种原来主打欧美市场后来回来的品牌会送比较华丽的中样之外，大部分无论多大的品牌日系的几乎都不会送你中样。现在只要花不到1000日币，也就是说40几块钱就可以得到这一整组。不仅如此，其实除了送这组之外呢，它里面还有送黛珂最新的化妆水，以及这个乐敦的高端 Episteme 的眼霜，难怪比较人气，所以我也是算在机场成功捡漏。这种我觉得就是属于在旅行途中随便瞎逛，然后不小心找到了有趣东西的那种快乐的心情。接下来呢是一些工具类的东西，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花王的蒸汽眼罩，国货做蒸汽眼罩已经越卖越贵了，既然你越卖越贵的话，就想又回到花王的怀抱中。作为始祖来说，花王的体验感以及它的香味还是我最喜欢的。但是呢，我这次去日本买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之前我的蒸汽眼罩就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直接在某宝下单了我最喜欢的玫瑰味和柚子味。我当时收到就第一时间和卖家去确认了，我说这个
应该是假货吧？为什么？因为它的味道和以前完全不一样。首先，无论是玫瑰味还是柚子味道几乎是一样的，而且淡到根本闻不出来。其次，发热状况也和以前不一样，我觉得有点太烫了，而且持续的时间非常久，半夜醒过来它都还很热。我当时也很震惊，结果呢，他竟然给我说服了，说新版就是这样的，为了环保，减少没有必要的香味，所以现在都变得很淡，对于敏感人士更加的好，以及性能提升了，能够持续更长时间的发热。不得不说，现在造假跟骗子都太会说话术了，好像他说的也挺有道理的，我就没有在意这个问题。反正去日本第一时间就去买了2盒蒸汽眼罩，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直接拿出2包，这个是我在某宝上买的，这个是在日本买的，它2个从外表上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接近。我不在这里浪费时间说太多的细节啊，直接就是说很容易判别出来的。首先它特别的厚，拿在手里是很厚实的，日本的其实非常的薄。如果你以前用过花王的蒸汽眼罩，它是非常好闻的香薰的味道的话，那么新版和以前是一模一样的，它的味道非常的疗愈。而我买的这个假货是没有任何的香氛的感觉，正货的发热是非常温和、非常舒缓的，它没有那种感觉下一秒就会烫到的那种感觉。真的是这么小小的东西啊，还能有这么大的造假市场，还是蛮可怕的。不要在网上瞎买东西。我比较喜欢传统的剃须刀，之前我也一直都是买这个品牌的，现在它变成了莫兰迪色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年轻化，比动漫的限定我觉得更加有质感，所以我直接买了绿色、蓝色这2个颜色，它也有搭配的刀片，就一起下单了。要推荐一个漱口水的品牌，其实我不太用漱口水，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大力推荐的，出门前拿它漱一下，一整天的口气都非常的清新。尤其推荐柠檬味的。我又专门去 Family 又买了一把我上次买到的这个剪刀，是用来剪鼻毛的，这里就不细说了，因为我想专门做一期关于我发现的好用的美妆类的工具。这个剪鼻毛真的是既不会伤到鼻腔，又能够真的精准剪到，我觉得比电动的要好用，是贝印做的，本身就是比较大的美容工具商，我好像只在 Family 里面看到有卖。接下来这个美妆工具呢，是专门去黑头的，我以前应该有介绍过。这次为什么买这么多呢？这个头很容易在按压的时候断裂掉，我看了一下我的购买记录，都是半年或者4个月它就会断掉，所以我这次一下子就买了这么多。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逛日本的百元店，我自己因为之前在日本生活就很喜欢逛这种店，有很多精致小巧又便宜的东西，粉扑清洁和它的笔刷清洁，每一罐都能用很久。如果你和我一样是油皮比较喜欢用蜜粉的话，你的粉扑最好是要保证1个星期清洗1次，用它清洗真的是非常的方便，稍微揉搓一下就能洗得非常的干净。之前我的同学是买的白凤堂的刷子，买了白凤堂配套的洗剂，贵妇维持你的调性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有好用又平价的东西不用干嘛呢，对吧？现在经济也不好。接下来呢是一些我买给爸妈的生活用品，食品那些什么咖啡茶呀我就不介绍了，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但生活用品确实有一些是我以前在日本生活的时候比较习惯买的，所以给大家简单推荐一下。比如说我喜欢经常穿白色的 T 恤，就很容易蹭到隔离啊什么，这个领子上就会容易脏，就喜欢用这个衣领巾，用了很多年了，其实现在也一直会用，基本上我都是找代购买的。它其实是有这种替换装的，如果你并不是要买太多的东西，那么这种压重的东西其实是可以买的。说到长辈的染发剂，我比较推荐这个牌子，其实这个国内买也很方便，按压的设计，如果说父母的白发比较多，这个我觉得不错。这个是给男生用的，你也可以买女生的那个系列，性价比很高，因为它不太贵，比沙龙什么的要划算非常多，使用方便，没有什么刺鼻的气味，染的也很均匀。龙角散其实就不需要过多介绍了，这个主要是买给我自己的，就慢性咽炎帮我说话多了，包括我录视频之前我可能都会吃一袋龙角散，所以每次去都会买几盒，比较推荐去山田电器Yamada Denki去买，好像是最划算的。这个也是我好朋友推荐的，他妈妈吃了特别有效的针对膝盖部分保养的一个保健品，4月份的时候给我妈买了一罐，她觉得好像膝盖舒服一点。当然日本这类的产品其实非常多啊，我这里没有特别推荐，就是我家人吃了还不错。另外一个每次都会给我爸爸买的，如果你们家的长辈爱喝酒，
就推荐给他们买这个含有姜黄的内服保健品。我不太赞成说吃这个东西就可以大肆的喝酒，但是我觉得好像吃了这个之后，第二天会稍微舒服那么一点。接下来都是跟动漫相关的，如果你不是很感兴趣，你就可以离开了。可能喜欢动漫的人都知道，现在 Clamp 在东京搞一个大型的漫展已经结束了，然后转战到大阪，正好借这次机会去看了他的漫展，买了一些周边。从小就非常喜欢 Clamp， 应该是魅之山蚕吧，很多人都在网上说啊，买了几万块或者买了多少钱。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如果你从小就很喜欢它的话，你一定已经买过它不少东西了，你去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特别买。所以我在谷子店里面逛了很久，我都不知道买什么，因为大部分的周边我觉得都不够精细。默克纳的那个公仔都卖到很贵的价格，那个东西我觉得10年前在淘宝上就已经非常的便宜了，所以真的没有必要被割韭菜，大家就支持它，就去看它的原画就好了。想来想去就想说，那就买文件夹，至少你能用得到。比如这次 Clamp 特别设计的这幅画啊，这幅彩稿在现场是可以拍照的。X 战记的一红一蓝，我觉得很漂亮。其实画集我都有买过，纯粹就是买来收藏的。现场我有看到他有卖这种类似于像明信片一样的东西，这一张原画我没有见过，所以说就买来收藏一下。特别想买的其实是他的黑白画集，现场是卖光了，但是现在在日本大的书局基本上都可以买到。我是在新宿的纪国屋的那个书店买的，就在1楼，也直接可以免税。这次我还专门去了名古屋看了宫崎骏的那个公园，我买了2个小可爱。说到谷子类的周边的话，我觉得宫崎骏虽然也割韭菜，但是更加的成熟，做出来的东西和动漫的还原感会比较好。在 Clamp 的现场有很多都是有机玻璃做的那种钥匙扣那一类的产品，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提到宫崎骏的这个公园，就说一下，公园非常的大，我那天走了3万步，整体来说这个公园还是让人失望的，除非你很喜欢拍照和动漫人物合影，那么大仓库是满足你这个愿望，拍了很多很有意思的照片。本身这个公园还是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割韭菜的感觉会比较重一点。如果你是粉丝，那是值得去的；如果你不是，甚至于宫崎骏的作品都没看几部的话，那你会觉得非常的无聊。我们一直到日本都会用到企鹅的西瓜卡，其实它是有周边店的，比较好找的店呢是位于新宿 Lumine 的 B2， 下去就能够看到一个企鹅的店长立在那里。买这个杯垫的原因是因为我看中了这个可爱的杯子。其实我以前不太会买动漫的东西，现在状态也不是很好，看到这些动漫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很放松，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买了这些东西。这个呢是在东京站买到的，新宿下面没有，也是在地下2，但是比较难找，有比较多的限定公仔，我就买了这个含有 JR 帽子的铁路限定的这个娃娃，滚圆的东西很适合动漫把它实体化，还有这个钥匙扣，灰色的这也很可爱。最后来聊一下人情世故吧。每次回去也会给朋友买礼物，但是每个人的审美品味都是不一样的，常常会出现了送给我的朋友，他说下次不要给我买这个东西。后来我就想说，买什么是最好呢？日本人很喜欢买点心，这是日本的文化，又很好看又很好吃，吃的东西嘛大家都可以吃，所以后来我就养成习惯，我基本上会在机场买一盒点心。那么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品牌呢？以前在日本的时候非常喜欢买他们家的点心跟蛋糕，是我见过的欧米亚给里头我觉得最好看的，它是那种做成花的造型。设计师呢之前是在法国学习这些东西的，所以他把法国的那种精神融入到日系的那种精致里头。点心也是酸酸甜甜，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喜欢它的味道。日系的这些点心的保质期都非常短，你看我9月份买的保质期就只到11月份。不要误会别人带给你的礼物怎么保质期这么近，是因为这些点心的添加剂很少，所以它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必须食用。好，以上就是这次全部的购物分享之旅了。出去玩嘛，就是开开心心的，所以今天纯粹就是一个观光客角度的分享。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感谢你的收看。